这里是张春酷酷酷播客，今天我们录第8期，今天的主题叫过年不回家。我发现这一期想发言的人数比往期要少，我就突然想到，毕竟不回家的人就是少数啊。但是一开录，我又看到了这么多的面孔，我又发现，也挺多的。我们可以谈一下你某一次不回家的事情，你也可以谈谈今年你不回家的打算。今天离除夕还有20天左右，如果你不回家，你无论如何你总是也在一个地方嘛，那么哪个是家，哪个不是家？如果你不回某个家，那么你怎样过年呢？因为过年总是一件挺隆重的事情。我有一个感觉，前2天不是跨年嘛，跨年的那一刻我总是心情沉重，因为人们都说新年快乐，但是我要是不快乐，我感觉我就辜负了大家，莫名的就亏欠了这个世界的感觉，所以我都会主动的说过年好。你看区区过年好3个字已经是我隆重考虑过的祝福了，我也会试着喊一喊，不快乐也没关系。春节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到底是旧历年最像新年，所以过年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日子，你做出不回家的决定，你不回家过法是怎么样的，我都想听一听。然后在除夕当天听这期节目的人很可能不在某个人头涌动的家里，这个设定应该也挺好玩的吧。好，我终于胡扯完了，有没有人想说话？我是 NoNo。 好，我觉得我接下来可能说的话有点沉重。我最喜欢这种的了。快把你不开心的事情说出来，大家开心一下。就是说到过年不回家的时候，我就想到从我记忆里开始就从来没有回过老家，大概从小学开始吧。那个时候我妈妈刚和我奶奶决裂，他们那边人也不太待见我，因为我是女孩。过年的时候只有我爸爸回他们家那边，然后再到后面的时候我就有了弟弟，之后过年就是灾难的开始。我爸爸会要求我弟弟跟着他一起回老家，但是呢我妈妈她就是不愿意，她就会死守着让我弟弟不能去，反正就是大吵。然后我爸爸没有成功过，闹得非常的激烈，会有人命的那种冲突会动手，不止动手还会拿刀各种威胁。但是我妈一定不会让弟弟去，她就是受不了我奶奶。怎么做到的？你爸刀都拿了，你妈也能让你弟弟不跟着你爸去？就是过年的时候她会把我们都给锁在家里，就是物理手段。这个孩子现在关在这儿，钥匙在我这儿，你现在不管怎么动手，你都不可能把人带走。对，要么你就别去，要么你就自己去。后来又有了妹妹到现在就达到了一种和平的状态。我妈同意我弟弟跟着我爸爸回老家，我和我妹妹一直在家里。我和我妹妹从来没有回老家这个概念。记得小的时候一到开学，大家就会讲你过年去干嘛了，大部分人都说回老家了，和爷爷奶奶一起过，或者就是其他亲人，就反正挺热闹的。我脑海里就从来没有这种印象，我要么是和妈妈在一起，要么是和我妹妹在一起。比如现在我爸带着我弟弟回老家的时候，我妈会开另外一辆车跟着他们一起回公司，公司离老家很近。然后呢我妈妈在那里等着，如果要是我弟弟愿意早回来，就提前把我弟给带回来。但现在大部分情况都是我妈在那里空等1天，然后那一天要么是我自己，要么就是我和我妹妹一起待的1天。他们男孩就是要回到老家，要磕头上坟之类的那些事情。所以你根本不知道家里的男孩去老家这个事情是干了些什么，你完全不知道。对，我那些同学那些男孩在学校的时候也不讨论这些，我一直很奇怪他们这一天到底是去干嘛。高中之后我才知道他们那一天举行那种仪式。所以你高中的时候知道这一切，你羡慕吗？磕头上坟？不羡慕，但是会觉得为什么他们能去。因为我妈不太讲这些，然后我们也不太敢问她，就会来问我。跟她在介绍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也感觉特别的别扭。哇，好神秘啊！你的女同学她们可以回老家吗？也不可以，也是我后面才知道的。哇，你生活在哪个神秘的部落？可以透露一点吗？在山东。我知道了。坐飞机路过山东的时候，我们女生要把小桌板收起来。对。
就是我们不能不能上桌。好的，原来是这样子。然后呢？然后去年的时候他们都走了之后，我妹妹就不太开心，就说姐姐我们出去溜一圈吧。我们俩就从早上9点多开始扫了外面的那个小电车，就一直溜到晚上快6点的时候，因为冬天嘛特别冷，就在路上聊各种乱七八糟的事情，就是特别不想回家。在小区的楼下绕着圈圈又骑了1个多小时。所以你的弟弟和爸爸在遥远的神秘的老家举行神秘的仪式，而你们在你们城市的街头转圈，你们聊了什么？我们会特别想走。什么意思？就是想离开这里，就是这个部落。我妹跟我讲说她什么时候才能再也不在这里过年了。我自己也没能做到再也不在家过年，就会说那种空话，说以后可能就不用了。为什么觉得这是空话？因为我没有真的做到过没有理由的那种我不回去了。编个理由不回去也是可以的呀，这也是不回去啊。但是好像我们对我妈有特别严重的愧疚心，就会总觉得妈妈太辛苦了，要回家陪着她。虽然这一天基本都是干活。你今年呢？今年我是回不了了，我妹妹就得在家，我也挺牵挂的。所以现在你除了牵挂你妈妈，还牵挂你妹妹。你的妈妈在弟弟的附近等弟弟，你的妹妹在家，你牵挂所有的人。那你在哪？我现在在澳洲。在国外。我出国的前一天，我妹妹就说完蛋了，今年过年就是我自己一个人了。那你在澳洲也是一个人，你为什么不觉得你在这里比较可怜？因为我自己过得特别舒服。你看看，说不定你妈和你妹也觉得很好，好吗？你这个人很有意思。你现在觉得他们都是一个人，他们好惨，然后你在这里一个人，你觉得我也太舒服了。如果要是我和我妹妹在一块儿，好像还好一些。行，我妹妹可能也是这样想的，因为她会觉得那些人还都会再回来，就会一起再举行另外一个非常尴尬的仪式，就是坐在一起看春晚。孝子都看春晚，我知道。对，但是今年可能会好一点，明年她要高考了，在那一天她可以专心学习一下。你的意思是为了不过年好好学习是吗？对，就是我妈会觉得女孩就应该在外面帮忙包水饺，然后但我妹就会说要回去写题，要回去做作业。好，请问你在澳洲怎么个舒服法？也许你妹妹会听到这个节目，你跟她炫耀一下。我跟她炫耀太多了。你已经炫耀了。就是对，我会跟她讲明年高考完，等到过年的时候我争取能把她给带来。或者说我们一起去其他地方。然后呢我也有和我妈妈讲，说不定她也能一起过来玩。好，但是我不知道，我不太确定我妈妈自己想不想，我觉得她也有她自己的主意。是啊，你现在是一个榜样了，你妹妹知道不在家过年能有多舒服了，至少有一个她认识的人已经这么过了。对对对，是这样子的。其实我有时候也有很困难的时刻，但我每次都要和她讲一下我们都过来了。就是你看我现在也没有死。好，你是一个榜样。也谢谢你。我好的，拜拜。拜拜，谢谢你。不是说春晚吗？看个春晚算什么呀？我有一年自己过年，我的电脑上开了6台春晚，6个播放器，不同台的，什么江苏啊，什么湖南的 B 站的呀，就是各个平台的6台春晚我一起看，没有人谈春晚的时候是我插不上话的，很厉害吧？非常的热闹。好，下一位，你是谁？大家好。嗨，你是谁？我叫来都来了。好，来都来了。我还准备了一下，但是因为写的字太潦草了，可能待会儿也会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好的，我会把你剪了，放心吧。好嘞。我日常回家过年是回老家，回我父母家。我是独生女，没有什么选择。前年没有回家是因为提倡就地过年，然后我们单位也不让回家，就顺理成章，名正言顺，法律规定。对，法律规定可以不回去，然后过得轻松又愉快。因为前年没有回家，所以去年有道义上的压力，感觉自己就一定要回去了。今年就觉得那我去年回去过了，我今年就很不想回家。所以什么时候法律变成了单双年回家的习俗了？
回家要限号了，单双年分单双号。以后抽签吧，说不定可能逢5或者逢0再回也行。摇号。对对对。今年为了不想回家这个事情就酝酿了很久。就心理准备心理建设做了很久，想理由，觉得我要怎么跟我父母开口。打断了自己的腿。那倒也没有。后来也不知道怎么就想通了。我妈问我今年是不是可以回家，政策有没有要求啊？然后我就说今年政策没有要求，我觉得今年政策应该也不会要求，但是我自己就不太想回去。所以你打算怎么搞？我就这么说了，然后我妈她就愣住了。Oh no！ 我都没有编一个哇什么搞学习啊要考试啊还是政策不允许啊就要求，这都没有编一个外部的理由。是啊，你怎么刚起来了？你怎么做到的？我没有，我就找补了一句，我说回家太冷了。还是补了一句。对对对，因为我自己工作的地方在深圳，就确实除了海南吧也没有更暖和的地方了。我觉得也很充分了。好，深圳的朋友听一下啊。对对对，我妈就没有说什么。意外的是几天之后我爸给我打了个电话，我爸大概给我打电话的频率是1年1次。哇哦，居然打了个电话，窒息了。他就问你是不是真的不回去。好吓人。我说对，我觉得太冷了，不是很想回去，还在考虑。你也不敢跟他说我就是不回。对对，我不敢说死了。他说那你要是真的不回来，我就给你准备板鸭呀香肠啊，给你杀只鸡寄过来。我就说好。天哪，你一生的勇气都在这一个字里了吧？反正剧本就这么往下走了。我们家的人有一个角色扮演的感觉。我扮演了30年很懂事乖巧心疼父母的女儿。我父母一直在扮演一种开明理解年轻人的母慈子孝的角色。今年我没按这个剧本来，感觉他们还没有学会新的剧本怎么走，就假装是我尊重你的意见但是有可能明年他就反应过来了，拍着桌子说什么你去年就已经改了，我去年还没改成。对对对，有可能，但明年的事儿明年再说吧，万一我明年也去澳洲了呢？好的。后面是我有个表妹突然在同辈的亲戚的群冒出来问我听说你不回去，怎么回事儿？我的天哪，我都出汗了，这怎么还有啊？对，我就说没什么情况，就怎么突然问这个？他说你妈妈跟我说的。我的衣服都解开了，好热。他就开始跟我撒娇，说哎呀我1年才见你1次啊，你都不想我呀，就回老家就一起玩啊之类的。怎么说，我当时就有一点不太好回复这种话。是啊，后来我仔细想了一下，我觉得我跟我表妹算熟人，但是也不是好朋友也不是非得1年见1次。我就回了一句，我说你也不问一问我为什么不想回去，上来就叫我回去。我表妹就说你说太冷了呀，你妈是这么说的。看，然后我就觉得我表妹理由也不怎么关心，纯粹的道德绑架我。她就天天跟我每日一问，每日撒个娇。哇，我就说我也封心所爱了。最搞笑的是我妈跟我妹妹关系还挺好的我不在我妈身边扮演母慈女孝的角色的时候我妹妹就在扮演一个懂事的外甥女吧她自动的填补了你的位置。我不在的时候她剧本也在的。天府二姐说女二这个是。最搞笑的就是她每日问候我什么时候回家，问候了3、4天突然她就在群里发了个截图我妈发微信给她妹妹就把这个截图发出来说我也不想回家了她不知道怎么回复这个微信。就是类似于我也不知道怎么回复这种微信。她怎么这么快就想下线了？对对对对对，我还专门问了她一下，最后回复了我妈没有，她说她忘记回复了，第2天就不想回了。
奉心所爱了。他就说下次再哄吧。哇，你们家这么平淡的事情，怎么听得我热血沸腾的呢？我觉得就是平静下面的涌流吧。真的，看起来大家都很和谐，实际上底下都是冰下激流。对对对，好，谢谢你，来都来了，一听就是一个很看得开的名字。好，下一位。嗨，你是谁？我是跳跳。跳跳，好的。好，哈哈哈哈！我先跟张春表白一下，过去1年最开心的事就是认识了你。好嘞，认识了你以后，我的能量一直都处在一个不断增长的过程中，特别的开心。这个我都没有做到，你做到了。好。对啊，关于回家呢，我现在对家的认知就是说，有爱的地方才是家。那我现在的家就是我跟我的猫的家。自己父母的家呢，我甚至觉得它已经不能称之为我的家了。我今年32岁了嘛，在过去的30年当中，回家的经历没有一次是开心的。从小到大的过年经历没有一次是开心的。所以我从2020年开始就不回家了。刚开始的理由是因为疫情嘛，为了保命就不回家。现在家里面人问我的话，可以很勇敢的跟他们说我不想回家，因为回家我不开心，我就直接这样说的。哇哦，刚才很多人都说不敢这样说，你这样说有遭遇什么困难，或者你是怎么克服的，可以说一点吗？没有什么困难，你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我回家不快乐，那我不回去我快乐，我就选择快乐呀。我要做一个快乐的人。对呀。然后昨天我妈妈就问，她说你过年回来吗？我说我不回来了，因为我每年过年回家都不开心，回来还要看心理医生，我就不回去了，而且我也不想花钱。就是很大胆的去跟他们说这些事情。我以前有一段时间也会考虑说爸爸妈妈可能会想我啊，可能会希望我回家陪伴他们。后来我发现父母也并不期待我回家，因为有一次我妈妈就说你现在也没有男朋友，回家的话不知道怎么去跟亲戚交代。你不回来也挺好的。我不回家，我们彼此都是一个解放。OK， 这个思路大家参考一下，说不定你爸妈也不想你回去，你也挺烦的。对啊，我回家的话其实属于那种什么事情都不愿意做的人，我最讨厌的就是做家务。过年的时候家务又特别繁重。他让我做家务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发生争吵。所以对他来说也是一个解放。我有一个印象，我回家我妈妈要把我房间的床全部都晒一遍，我就住几天，她回头又要把所有的床上东西都要洗一遍，我感觉这个活也挺多的。对，而且我回家的话，他们看我也特别不爽。我回家我的作息跟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晚上不睡觉，白天死睡觉。他们一看我在那儿睡觉就特别的生气。他生气我也生气。所以对不回家来说，彼此都是一个解放吧。还有就是很多人回家的话会遭遇催婚嘛。我现在就觉得你只要在外面能赚钱，不停的去 PUA 你的父母的话，他们是不敢给你介绍对象的，你知道吗？你要把自己营造成一种没有男人配得上我，然后他们就不敢给你介绍对象。我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对。比如说他要是给你介绍，你会怎么样？我就说你再说这样的话，我直接拉黑你。但是这一招真的很管用啊！就像我外婆，她今年阳了嘛，舍不得吃鸡蛋。我说你不吃鸡蛋的话，我就不给你打电话了。然后她就说好，我吃啊。这一招非常的管用。既然他在关系里面想要对你做什么，你就用关系反过来去对他做什么。对啊，我现在基本上没有家庭的困扰，他们想怎么样关我什么事，我按照我的想法来。至于那些什么孝道，我觉得都可以放一边，因为那些东西它让我不快乐，它让我的人生一团糟。我还不如就按照我自己的选择来讲。而且我现在觉得我不回家也并没有造成什么很负面的影响。我父母还是过他们自己的生活，我自己也非常的开心健康，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果。我要说最后一件事，因为我今年不回家过年，我是打算去云南大理过年的。我今天刚好在豆瓣上发帖，找几个女生朋友可以一起结伴同行，我可能到时候就会在大理听到你的这一期节目。好，你到时候在节目下面评论一下，告诉我们你在大理过年过得怎么样。好，如果有人愿意跟我一块去的话，可以就在群里面留意一下我群里面的微信名也叫跳跳。好，我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谢谢，拜拜。拜拜，跳跳。好，下一位你是谁？好，下一位，嗨，你是谁 ？Hello， 大家好，我是想隐姓埋名的笑。
因为我很担心这期节目被我的家人听到，所以说我是想隐姓埋名。对，好的，如果我们这个节目你家里人能听到，那我真的是不知道活成啥样了。就谢谢你，这也是一个祝福吧。好的好的，好的。关于不回家过年这个事情，我感觉像是我整个前半生的一个缩影。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今年30岁，还没有结婚，所以说我的回老家就是回我父母家。大概从10几岁上初中的时候，就非常的不想回家过年了。那个时候我父母有很大的矛盾，最重要的是我妈和她的婆婆就和我奶奶关系很差。那段时间我妈是抗拒回家的，她自己是留在当地回家，但是我爸是要回我奶奶家过年。就跟刚才山东那位朋友一样。我也是山东人。这么巧。对，山东我妈那个角色叫媳妇儿，要跟着去婆家过年嘛，山东是这个习俗。但是那时候因为他们俩就感情不好以及婆媳关系，就要做出决定，我爸自己回家过年，我妈在当地过年，我这个孩子就成了他们两个争夺的部分。你们家有几个孩子？独生女。所以说从那个时候过年对我来说就是个噩梦，就是因为他们两个要当着我的面去吵我要跟着谁过年就是我到底是要留在当地陪我妈过年，还是要跟着我爸回奶奶家。是，这对一个孩子来说是非常撕扯的。对，在初中那段时间，我几乎每一年都要经历他们两个的抢孩子大战，争夺我的过年权。因为是要大年30回家，大年30这一天对我来说就是我的家庭大战矛盾最白热化或者是最激烈的时候。对，我在中心点，我是焦点人物。所以刚才的来宾他有弟弟，他们女孩不能去，你们家只有一个女孩，你不但可以，而且你是会被抢去。对，因为我爸是长子，按理说我这个位就是长孙位但是因为独生子女的政策，所以我是个长孙女。所以说我的不想回家，非常想要抗拒或逃避，就从我初中那个时候开始。但是我显然没有能力嘛，我真正的不回家是从18年开始，因为那一年我在北京工作，我终于开始有存款了一定意义上实现我的经济独立。回家过年对我来说还是一个噩梦。我那年就做出了一个决定，因为我妈会一直告诉我说她不想回她的婆家过年，她的梦想就是能去海南过年山东人，海南是很远的地方，海南就类似于山东的乌托邦要去一个天涯海角对，那是一个温暖的地方。给我的印象还是挺深的。所以我在我有钱真的开始想实施过年不回家这个愿望的时候，真的是在18年带着我妈去海南过了年。我的天哪，你实现了她的梦想，好感人哦天哪谢谢你这样说，我发现我好像还是孝顺的，但是可能在我妈的眼里我就是个不孝子女白眼狼为什么？因为她对我的要求就是比较多的那一种，因为她的婚姻也没有那么幸福，老公也不是很理解她，所以她就会把所有的精力全都放在我身上。哪怕说我带她去海南过年，但是我俩真正去到了海南之后，因为当时也没有我爸或者是其他亲戚朋友的缓冲，所以我俩的相处就会让我特别的痛苦。我印象很深，在海南的时候在外面餐厅吃饭，就因为他说我吃饭吧唧嘴，然后延伸到说我爸也吧唧嘴，我们全家都吧唧嘴，没有素养，没有家教。对，我去海南是找了我当地的一位朋友，相当于说是当着我的朋友的面去攻击，就也不是攻击我，就指责我，就是攻击啊。就是攻击。对，然后我当场在那个饭桌上实在是羞辱难当，因为我不觉得我吧唧嘴，就是我这辈子和这么多人吃过饭，只有我妈说我吧唧嘴，但是我又没办法解释，以及说我这个家教为什么就随成了我爸那边的没家教。你是我妈，你养我的，你怎么就不觉得？当时我就从那个餐厅羞愤离席，在海南的大街上边哭边和我的朋友打电话说，天哪，我真的很后悔，我为什么要把我妈带出来和我一起过年。是啊，你自己在海南过年得多开心呐对，是这个太可怕了。所以你就知道我和我妈在一起那个年，我的结论就是我之后真的不要回家。不要回家这件事情很好，但是也请我自己不要再带上我妈了就是你既不回家也别把他们带出来对，就你也不去他也别来。对，所以说
这个孝顺女不是那么好当的。我听的都全成一团。刚刚评论区里面有人说，山东父母的理想过年是体制内的女儿带体制内的女婿和钱回家过年。对，就是把山东元素全部集齐啊。虽然我当时已经在北京工作，然后还是一个互联网的大厂，但是在我爸妈的眼里那就是私企。你就是没有正经工作。对，我就是没有正经工作的人。对，虽然我已经去了北京，我能去到的最好的地方。对，18年给到我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带我妈了，所以我就在策划我到底19年要去哪。这个时候我的高中同学在日本发来了一个邀请，所以说19年我实现了真正的一个人的过年。和我妈那个故事相比，我自己的故事就没有那么的有爆点了，没有那么惊悚了。所以平平淡淡就是幸福。你看，我们再一次体会到了这句话。是的，平平淡淡就是真。9年我唯一有印象的就是我的高中同学，他自从去了日本之后，他再也没有回过家。然后他在日本的生活也是从来不交任何的朋友。然后他告诉我，他自己一个人在日本是从来没有过过春节的。大年30那天晚上，我还特意和他出去下了个馆子。我竟然通过我的朋友圈找到了一个也在日本过年的人，然后我还把他喊过来。你在那里的时候，你的朋友已经达到了他数年来的社交量总和。对，我们3个中国人在日本一起吃了一顿尴尴尬尬的年夜饭。日本是没有春节的，所以就完全没有感受到春节的东西，这其实让我有点落寞。对，我们小时候在春晚里面看到的世界各地的华人发来视频，他们不是当地都很有春节气氛吗？对，你在日本没看到吗？没有，我在京都没有。我们就只是在一个日料店吃了一个所谓的年夜饭。那你们吃饺子了吗？没有，也没有。那个年过的就相当于完全没有年味儿。我觉得没有年味才说明它是属于你的年，因为你可以决定它没有年味。你要是在家，你是不可以过一个没有年味的年的。对，是的啊。我现在想的话，好像那个日子那是真正属于我的中国年，就是这种感觉。咱们中国人终于在日本过上了中国年。哇哦！后面还有一个故事，但是那个故事我换一个屋子哈，因为这个故事就比较敏感。接下来的这个故事，哎呦，就戏剧冲突到我现在的脑子都不太记得起当时的情况。发生了什么事呢？我妈在这几年因为和我爸的感情也打不动了，就老了嘛，也开始老来伴了。这几年开始学习传统文化，这个传统文化不是指的整个传统文化，是狭义的山东的传统文化。就是过年你要和你的父母磕头，丈夫是天三从四德。对，三从四德，丈夫是天，女子是地，你要去为你的家庭做大地之母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些东西。所以说那一年我妈做出了想要和我爸爸一起回我奶奶家过年的决定，但是她的思想改变了，她的情绪，她这么多年的心魔，对，其实是没有消解掉的。她回我奶奶家就是不吉利的话我不想说哈，毕竟是大过年的，但是就是我妈那个脸在那儿，就是就整个人能把那个过年的气氛拉到冰窖里。反正就是你们能想象一个很不情愿，但是她又因为丈夫是天而去婆家过年的一个人。因为丈夫是天。对，那一年大年30出发的那一天早上起来，我就和我妈说，我说妈，我觉得你今天别回奶奶家过年了，你每次回奶奶家都不开心，你大过年的你为什么要让自己不开心呢？我觉得你今年就别回去过年了，我和我爸回去就行了。但是我妈的反应像是我要掀了她的庙。就是我以为我在帮她解绑，她却以为我要出来革她的命。她竟然做出这个事情，自己提前去就车里坐在后座，然后就开始不下来了就是表示我这个决心非常的大，而且说的是你们别想抛下我我当时上车之后我就非常的尴尬，我和我爸和我妈我们3个人就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气氛不止冰点了已经。对，然后又开始发挥了我们家的过年传统，就是吵架，就是闹翻旧账。翻到我妈和我爸结婚那年回老家，然后被她的婆婆被我奶奶欺负的旧账。那个车就没办法发动了。我当时想说，妈，这样吧，你告诉我，如果你想要在本地过年，你最想去哪？他当时以为我这个问句的意思是我和我爸都留下来陪他过年，他就非常开心的告诉我说他想要去烧香拜佛。
我说行，那我们就导航去我妈想去烧的那个庙，去找我妈的认识的大仙儿。一边吵着架，我们一边就把这个车开到这个寺庙的山脚下啊。这个时候我就和我妈说，妈，你现在可以去过你的年了。我妈突然又意识到，我还是想要她自己一个人去寺庙啊，就在车上开始像是小孩子闹脾气一样的哭嚎，就是她真的完全的不下车。这时候我爸就开始火了，想要强行拽她下车，我妈就强行不下车，旁边还有村庄还有人，当时实在是就看着我初中的这一幕，之前拉的是我的一个胳膊被这个拽那个被，现在看到就是我爸拽我妈，还有我妈就是拽着车门，就是哇，就是那个对那个又一场肉搏对，然后我当时实在不知道怎么办了，突然脑子就像是开窍了，又神来一笔，我开始在那大声的喊那位大仙的名字啊。这是什么鬼剧情？对，就是很神奇，就是我对当时的那个冲突的情节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但是我永远记得，我用一个化名吧，叫王小霞啊，我就用一个我这辈子能发出的最大的声音喊王小霞，你给我出来！王小霞，你在，因为我不知道那个寺庙在哪，我是停在寺庙底下的山脚下啊，我知道还没进山，对。对，他那个寺庙应该是在半山腰，但是我觉得他寺庙的人应该能听到你响彻云霄。对，然后你知道我当时把整个山庄的鸡和狗全叫醒了。我的天哪！就是我的大声的喊王小霞，然后那个鸡就在那咯咯咯，然后那个狗就在哇哇，就是狗都疯了。大年30哦，怎么这么搞笑？我当时真的叫得很悲愤，你知道吗？真的好吓人！王小霞这年都过不好了。对，我感谢她的名字，我刚才想要用一个化名，但是我觉得霞这个字还是有一个霞，就是你明白吗？就是所以我刚才那个化名开放的一个声音，开口音，对，所以我很感谢他。对，所以我当时喊的时候就一声比一声大，一声比一声震破云霄，越叫越带劲，就是哎，我这个嗓子原来这么可以。对，然后伴着鸡狗的那个声音，村里的离我最近的一户农户，他不敢出来，就扒那个窗户在那探头看。你怎么这么有细节？我眼泪都笑出来了。然后最重要的就是我妈被我吓到了。哦，就是这个故事不搞笑。我说句我的内心话，我当时有点像是重新回到了我初中，看到我爸妈因为过年这个事情撕扯的那个因为我初中我什么也做不了，我只能看到他们两个在我面前吵，然后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好像重新回到那个无助的小女孩的形象里。但是我突然不知道哪门子劲抽了，我发现我可以用我的呐喊去叫一个仙儿。我觉得那一刻幸好有一个王小霞可以给你喊。对，因为我们3口在车里可能吵了大概有1个小时啊。你听我的嗓门就很大，我爸和我妈的嗓门比我还大，就是我们一家3口就在那个车里就，所以说我当时的情绪就已经完全的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当时因为在车里面你们3个大嗓门吵了1个小时，你的听力已经下降了，所以你说话你只是在普通的喊那个人，但是没想到那个音量那么大，一山的鸡和狗都醒了。对，然后这个事情竟然还没有到高潮。我的天哪！就是因为我的声音太大了，我爸那时候就已经开始想说你别这样喊，他们就会觉得说可能会惊动警察。我当时就说没事儿，你要想叫警察是不是？我现在就打110，我现在就让警察直接过来。就他们害怕把警察喊来，我当时就直接一步到位说我替你打110。因为我妈是体制内的人嘛，她就怕了，然后她就同意了下车去那个庙里。走的路上她就走2步就开始抓着我哭。我爸是见到我发疯是很崩溃的，他觉得说为什么他的闺女会变成这个样子，这怎么失控了。他也会很气，说为什么这个家这么乱。我爸当时几乎情绪难以自抑，看到我发疯了之后他就留在车里冷静了。
我妈就带着我就开始往寺庙走。但是我妈这个事情发生的下一秒，她就可以再回到她的世界里，开始和我哭她的婆婆就我奶奶对她多么不好，还是你妈妈段位高？对，就她完全无视我这些妖魔鬼怪的手段她可能最怕的就是警察来了。然后我妈就开始我从小到大听到的那个故事，虽然那个故事真的很惨烈，她第一年回婆家过年和我奶奶发生了一些冲突，当时还大着肚子，但是我爸是完全没有向着她的。然后我妈就一边哭一边在那演，我其实挺心疼她的，但当时我是实在是不想要在这个故事里，我就强行拉着她往前走，就是我又心疼我又不想在30年前我还没有出生的这个故事里。你别说了，去找王小霞去。对当时走到一半的时候，我看到了那个寺庙，我妈当时就类似于抱着我哭，然后我就直接把我妈推开3步化作2步跑到那个寺庙门前。寺庙门前是没有人的，然后真正戏剧的高潮来了，我大年30站在一个寺庙门前，对着那个门喊王小霞王小霞说我做错了什么说实在，虽然我不是佛教徒，但是我也是有点敬畏之心的，但是我当时真的是没有办法大概用了不到10秒的时间，以我这个嗓门，这个寺庙就出来好几个人，5个王小霞出来说，哎呀，你怎么回事？你找谁？喊出来人之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是王小霞吗？你是王小霞吗？你知道王小霞在哪吗？这几个人应该都是过来做法的人啊。然后他们说，哎，怎么回事？这佛教清净之地，你可不能这么大喊，你找他有什么事儿？他们又认出了我妈，我妈前一秒还在给我哭哭啼啼，一看到他那些兄弟姊妹，他就立刻营业的那个微笑，就是哎呀，过年好啊！家乡话就是哎呀，过年好，过年，哎呀，过年是我女儿，然后还把我拿过来营业。天哪！我还是不忘我的使命，就是要把我妈交付在王小霞的手里，然后我就一边和他们去寒暄说什么哎呀好，哎呀好，哎呀过年好呀，然后那个王小霞在吗？然后他们就和我跟王小霞在里面做法，我说可不行，我就一定要找到王小霞。他们是王小霞派来的，就要把你挡住。我跟你说，他们怕我惊动了，破坏了佛家的清净之地，在大年30这样会遭到报应。但是我当时的内心的想法就只有一句话，就是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佛祖就算在这儿他也会为我鼓掌。我今天就是一定要把这个事给办了。哎，就反正最后我是把王小霞给喊出来了。虽然我内心其实很排斥这个大仙儿，但是我见到那个大仙儿之后，我一下子扑上去，小霞阿姨，我终于见到你了！你不知道我妈有多么的敬佩你、喜欢你、欣赏你，你就是我妈的命根儿，你就是我妈的精神支柱。我说我妈现在特别的需要你，请你一定要照顾好她。我见她第一面就给她扣了个特别大的帽子。你就是神仙转世，菩萨在世，你赶紧过来救救我妈！就真的就是把我妈给一把送到王小霞的怀里，说你一定要照顾好我妈，我妈这些年过得太苦了，只有你们还能拯救我妈。大概就进行了这样的一番演说。我妈因为我这个戏也唱的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半推半就的，我妈就被他们给推进去了。所以她就真的在寺庙过年了，你跟你爸去了奶奶家，是不是？对，是的，我就真的实现了啊。我妈后面给我发了个视频，他们做完法之后，王小霞直接把我妈带回了她家过年。然后还给我拍，啊，你看这是你小霞姨的家，你看。其实我回奶奶家就很短，当天来回，所以我那天晚上就已经把我妈接回家了。反正我妈是个很神奇的人，你看我这些我觉得已经很发疯了。我见到她的时候，她就像是什么没有发生过。然后我爸其实很沉重的，所以我在从我奶奶家回我自己家呢，差不多有1个半小时的车程里，我就给我爸上了1个半小时的课。就说你们这些年太不应该了，有你们这么做父母的吗？我这么多年不结婚不找对象，就是其实我找对象了。你们要好好反思一下自己，我为什么能有这个性格？为什么现在还不结婚？为什么每年过年不想回家？你们要好好反思自己。就是你要好好的感谢王小霞，这一切这个春节都仰仗了王小霞这个阿姨。哎呀，也是啊，但我觉得最感谢的还是我自己吧。那是。对，这个故事我从来没有和任何人讲过，就哪怕是我的咨询师。我当时以为经历了这个故事之后，我会把这个故事告诉我身边的所有人，但是我后面发现这个故事大到说我不知道怎么去开口讲它，直到我今天在这个播客里。还有就是我妈的一些言论，我们2个争吵，我说她可以不回家的时候，她就一直和我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只要嫁给了你爸，我这辈子就是就这些思想真正的束缚
对，他给了你很多矛盾的信息，一方面他非常的痛苦，他总是一副要摆脱的样子，对，但是你真的帮助他摆脱的时候，他又告诉你，你不能这样，你错了，对，你在害我。是的，就是这样子，就是包括你是一个拥有在海南过年梦想的女人啊，然后我把你带去海南之后，我也没看到你自己再有这样的行为，我现在回来，我给你姐夫了，我来当这个坏人，说不要让你回奶奶家，真的给你带来很多伤害的地方去过年了，你却觉得说我是在抛弃你。那这个是哪一年的事情？我刚才想说去年，但是我突然发现了其实是前年。这些事情对我来说情绪冲突太大了，所以我其实有点像是一个碎片一个碎片的在我的脑海里，把它连不成线。我想问的是，你今年怎么过年？不跟他们一起过了吗？我今年正在挣扎这个事情。我今年旅游来青海，现在还在青海，在想说我要不要今年就直接留在青海过年算了。你看我们刚才在说你妈妈一直在这种双重的矛盾里面，给你的是这种双重的束缚，就是你怎么为她做什么都是不对的。对的。但是你已经不是这样了，你看她这样子，她的上一辈应该也是这样子，但是从你开始就不是了。你是明确的知道我要去或者是我不要去，即使是在现实有一些困难，但是你心里还是知道这样我会舒服一点，那样我会非常不舒服。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变化。但我好像现在还是会很担心我妈，就是我要做一个取舍，要做一个孝顺的女儿，还是说要做一个可以把我的感受放在第一位，而不去考虑我的痛苦的妈妈。我觉得这样怎么样？你打电话给王小霞再来救你一命。据说我妈和她今年闹崩了，就是我爸说的。对，就因为我妈身边没有朋友，就我妈的人生我不知道她的支点在哪，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担心她的地方。对，我明白了。所以其实你现在也有一点你妈类似的困境，你回家很难受，但是你不回家也很难受，因为你非常担心她。也是哈。今年这个问题可能就要留给我去思考，我被这个愧疚感驱使着回去见他，但是一见他就这些抓马东西就会让我很痛苦，然后这个痛苦的值又让我去离开家。曾经我接到一份 offer， 我知道我肯定会很痛苦，但是呢我又觉得我也有点想干，想要那个钱嘛。我的一个朋友就给我这样的一个建议，他说你看你去了也会后悔，你不去也会后悔，那你与其干着后悔，不如不干后悔。我觉得很有道理，然后我就快乐的就做了不干而后悔的选择。这是一个思路，给你参考哈。好的好的。好，谢谢你精彩的分享。谢谢你们听了这么久，帮我隐姓埋名。好，我会的。好，好，拜拜。拜拜。好，下一位是谁？嗨，你是谁？我是安娜。好，刚才讲太久了，我已经听懵了。我觉得我的故事完全不值得被分享。不要盲目攀比。我们每个人的经历都很珍贵，不要攀比。先介绍一下我的背景吧，我现在是在国外，我跟前面的一位差不多，也是在国外待了3、4年了吧。我一般不太过中国的新年，但我会过圣诞和 New Year's Day。对于我来讲，这次还挺不一样的，因为其实每一个新年和圣诞我都是有朋友啊，或者是有爱人在身边的。但不想我单身了，就没有人在我身边跟我过这个节。在这个年底之前，经历了一个非常恐怖的分手。这个男的他特别的有毒 toxic， 他一直怎么讲 KTV 我分得非常难看了，就互相伤害了已经。元旦放假的嘛，我大概有1周的假期。说真的，我非常害怕这一周我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已经很久没有面对我自己过。因为圣诞在这边还挺是回事儿，大家都会回家。我在伦敦嘛，伦敦就空了。所以伦敦也都是外地人口吗？跟我们北京一样吗？英国人呢，一般家都不在伦敦，他在伦敦打工。就是在北上广打工的年轻人们回老家，回村里了，就这种变成翠花了。对对对，伦敦成为了一个如此安静的地方。我们讲一下结果哈。
在这7天放完之后，我觉得我有一个如此美妙的假期。这个故事如此平静，也没有什么波澜，就我自己和自己。为什么特别美妙呢？我发现给我带来很不安全的感觉都不是我的。因为我之前的那段感情，或者是我身边的人，或者是我母亲，他们给了我太多的想法，就说啊，你一个人在国外，你好不容易啊，你太可怜了，你就是一个孤岛，你什么都不是。你看你没有家人吧，你没有朋友，也没有人爱你。哎，对，我完全可以不信的呀，为什么信了呢？我现在想的话，可能就是我太想融入到这个所谓的集体当中了。当我融入不到集体当中的时候，我觉得我什么都不是。我的自我价值其实是我和这个文化融合的够不够好给的。想当一个好孩子的话，你就得是合群，对，你得赢，你怎么赢你就得合群，大家得认可你。你得不到认可的时候，你就什么都不是。后来发现到了国外，这破玩意儿也跟着我也没走呀。它是一个 universal 的事儿，是一个全宇宙大家都在干的一个事儿，就是我们不够好。我虽然还不大，但是我觉得我可能不会再有一个大众所描述的家庭了，不会再好了，世俗定义上的好，我的人生不会更好，然后我就放弃了。做自己是很孤单的一件事情，但我没有要去合群，去成为一个别人，然后让大家爱我。我想你的意思好像是我就是这个样子，如果这个样子没有人爱我，那就没有，我也要这个样子。对，因为我没有办法，做不了任何再能做的努力了。我就给自己松绑。就谁家又没有一点事儿呢？包括我的原生家庭也不是最完美的，大家都会在新的一年立下一个 flag，就说这个年我要怎么样。我唯一给自己立的 flag 就是多睡觉。我最近在听一个书，然后其中有一句话，我翻译成中文就是他们把我们放倒在地上，但他们不知道我们其实是种子。这话真太美妙了。我觉得你可以跟我说我不够好，没有达到这种世俗的目标，但每一天我还是在跟自己奋斗。比如说我去瑜伽课，我还是想做那个最难的动作。你没有办法不让自己变强，因为你总是在这个 circle 里。因为你是一个种子。对，谢谢。我看到评论区里有人说安娜说的真好，表述特别精确。好，谢谢你安娜。谢谢。好，下一位是我是浪石。好，我要感谢一下上次花钱的那一期。我说出了那几句话之后，我就非常有底气去说出我的需求。在此之前我是很难讲出自己需求的人，我感谢我说出来了，然后我也感谢这样一个机会让我说出来了。好，祝贺你。讲到今天的主题，今天我妈才给我打了电话，她问我要不要去海南，因为我之前跟她讲过我想去海南过年。又一个海南。我就说我可能不会去，因为疫情不舒服很困顿的一个状态。她就说那如果我不去的话，她会有自己的一个安排，就是她也不打算在家过年。就是这样一个看似平和的结果，实际上是经过了一个非常漫长的拉锯，很多年的拉锯。其实我读研的地方就在川渝这一带，很近，也经常回家，不存在过年一定要见一面的情况。好，那你是怎么过呢？我可以找朋友，也可以自己看书，自己有非常非常多的安排。我的安排可能都已经安排到10年以后了。3个春节根本不够。不够。其实从小我就是一个家庭里面的编外人员，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就一直都在住校，寒暑假的时候就会回去。我明明已经告诉他们我在外面有工作或者有实习，他们还是会觉得我是不是在外面搞传销，然后不回家不接电话。那可是你明明是小学就开始住校的，那个时候他们怎么就不担心，现在来担心？有点矛盾。对，我家里面人都是这种非常矛盾的，比较没有边界感，喜欢站在自己角度考虑问题。我看他们就是什么理都是我的理。对，我家里面从上到下从老到少都是这套理论。他们会觉得我不尊重他们这套理论，我就是不忠不孝的东西，就会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我去年其实有一段时间是属于一个长期抑郁已经不想活了的状态，然后还被已经几年没见的爹送到精神病院。我觉得今天能够如此平和的跟他说我不回去，就是因为他已经见惯了我发疯的样子。我这个所谓的发疯，我把它称为正当防卫就是我把他们骂我的话反弹给他们，原封不动的骂回去，然后他就会哭，很难受。我这个叫以暴制暴，你用那种方式来对我，我现在把这些东西还给你。慢慢他感受到自己也会难受的时候，人有一个自我防御或者是趋利避害吧，就手伸出去会被我砍，然后他肯定就不会伸出去了，就不会把他的对我干涉的魔爪伸向我。我觉得发疯是我唯一的出路了，而且发了疯之后，我感觉我整个人不仅不需要看心理医生了，我精神好多了。对，我健康的不得了。所以今年你们以一个很平淡的方式进行了对话，就商量好了过年不回去的事情。但是在这之前是经过了惊涛骇浪的发疯的争取，今天才能平平淡淡的把这个话说出来。绝对的惊涛骇浪。我决定了，今天这一期的名字要叫平平淡淡就是真因为大家都只想回归平淡好，谢谢你。我本来以为我们今天可能会聊一点，比如说前几天听到有一个朋友说他每年无论多难都一定要回去，然后今年大家都知道疫情放开的情况，使得他今年为了不要把病毒带回去给他的老娘，所以他今年不回去了。我以为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故事，结果完全没有大家说的全都是战争。不过挺有意思的是，这个朋友是一个男士，然后我们今天来分享这些事情的全都是女生，不知道有没有联系。好，我觉得过年也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它也就是一个普通的星期三。我觉得这几代人这种被从老家连根拔起，拔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适应另外一种风俗，另外一种生活，就过去一辈又一辈的人，他们过年的风俗会像一些，然后我们此刻的这种撕裂是更大的，回不回家也是这个风俗中的一部分。所以今天我们做出不回家的决定的那个愧疚，它是因为社会在变化，这才是真正的最基础的原因。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我在想这个节目不管怎么样肯定是在过年边上了，那也拜个年吧，祝大家新年好，祝大家今年都更自在，无论你在哪里过年。